这一段要跟大家说明，交易等级达到20级，记得租用副官。这边的交易等级达到20级，就可以租用一位副官。这一段主要是跟大家说明这一些参数，还有这个表格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会以文字说明为主，就是比较枯燥乏味，大家耐心看看就好。到底要用什么副官？由于每个人的玩法不同，所以这个问题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你可以参考其他玩家到底是用什么副官。上方可以切换一副及二副，都要查看。点击副官情报，这边有非常多的说明。这边有3个按钮：冒险、交易、战斗。这边有整理的。理解一件事，副官的技能有很多，但要满足3个条件才能使用：等级、特性、担任的位置。副官担任变更，高亮显示的技能才是目前能够使用的，就是要使用这边的技能、等级、特性，还有担任的位置，这些条件要达成，才能够使用该技能。由于很多的货物都是易燃物，很容易着火，如果着火都烧掉，得不偿失。所以第一位副官的仓管一定要有防火。点进去这个连结，这边有整理，这边大家参考看看。副官开船，信赖度需要超过50，海上漂30天，加1点信赖度，30乘以50除以60，大略的计算要在海上漂25个小时，这边的信赖度才会在50以上，这样子副官才能开船。重点是在仓库的容量，321、31这2台新手船的仓库容量加起来有614，在前期的时候仓库容量有614，练生产技能就非常的好用。副官经验值的计算方式，你要看懂是什么意思。副官担任的位置在海上漂的每一天，每一天加多少经验值，它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练战斗等级，战斗等级是0，但是副官的战斗等级怎么会是6？这边有6个担任的位置，每一个担任的位置加的经验值是不一样的，大家要注意看这边。譬如航海长冒险、警戒员冒险战斗、主机长交易，
餐馆、交易、冒险、兵长、战斗、船医、战斗、交易。有奖励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边奖励的航海天数，如果放在航海长这个位置，冒险的等级乘以30，最大一次加400。如果担任的位置在警戒员，冒险等级乘以15，战斗等级乘以15，最大上限各加200。没有奖励，就是这边的参数没有了。在海上漂一天，这一些职位每一天加的经验值。这个表格大家一定要弄懂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你有的时候是玩商人，那你要去加副官的冒险等级或者是战斗等级，那你要把副官的担任位置换一下。为什么副官升级的时候有些特性不会加1？就是这边的等级上升了，但是这边有些特性不会加1。那6个特性的熟练度是隐藏参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超船熟练度可以看到，但是副官这6项参数的熟练度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你要自己大约的记忆。于升级前，特性的熟练度要达标，于升级后，特性才会加1。泡水这个词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海上漂的天数。重点就是在海上漂的时候，副官要换担任的位置，不可以一直挂在同一个位置，不然不会加特性。这很合理。你放在航海长的位置，它才有航海长的熟练度。你放在警戒员，它才有警戒员的熟练度。点进去这个副官特色培育的连结，请大家注意看这一大串的文字说明，有3种说法。总之，在出港之前，记得把副官切换到该位置。某个特色的参数越高，在海上漂的天数就要越多。譬如这个有61，要乘以2，因为这边是 A， 所以要乘以2，要在海上漂122天以上，这个熟练度才会满。那这个是36C， 漂36天就可以。总之，在出港之前，记得把副官切换到该位置上面，这样子才会加这个位置的熟练度。还有就是特色的参数越好，在海上漂的天数就要越多，这样子这个熟练度才会满。这边等级提升的时候，这边的特性才会加1。好的，那这一段的说明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耐心观看此段教学。